我先去卸妆。这个薛林简直就是个巫婆。哎，你不是说找我有事吗？什么事儿？没什么事儿，现在最重要的事儿就是保护杏，其余的都不重要。谁呀？丁选强。接。接呀。接呀！喂，老王嘛，一会儿你和陈丽娜到我们家来一趟吧，咱们商量商量小杏和薛琪的事儿，怎么样？商量可以啊，是你们动手打人在先，要商量你们来我们这儿，来小院。好吧。姑气，必须的。爸，你们都来了，进来吧。那我就先发表一下我的意见吧。我坚决要求我们家丁学琪跟王小杏离婚。我们家不需要这样的儿媳妇儿。太可笑了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又不是一个你当婆婆的说了算。我们可没有你那么迂腐啊，我们听从孩子们的意见，没人听你的，自娱自乐去吧你。我见你一次就后悔一次，我的底线又再次降低一次。您跟我还谈底线？你有底线吗？您在公共场合下干的是什么？动手打人啊！您跟泼妇有什么区别？您还谈底线，真是笑死人了都！谁是泼妇啊？你是泼妇，你说话注意点。我说话很注意，请注意你的行为，你注意点吧。注意点你的措辞，注意点你的行为。这话没法聊了。行了，哎，我们今天来就是要把事情说清楚嘛。别急，都别急啊！小杏，咱们俩单独聊一下吧。不能，聊什么？有什么可聊的？走吧。不好意思啊。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老丁，坐。不用。妈，你说吧。小杏，来，照着我的左脸扇一巴掌。不可能。你打呀！这是你自己不打的，别怪我。咱们两个扯平了。我承认我动手打你是不对的，我现在向你道歉。但是王小杏，你站在我的角度，你能换位思考一下吗？我就丁学琪这么一个儿子，我们老丁家那么大的家业，就等着他来继承呢。可是他现在完全被你迷住了，但是有一天，他会想明白这一切的，他也会回归我们这个家庭的。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？那你就惨了，你还是会被抛弃的。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女孩，现在就赶快离婚吧，我会给你更多的补偿。如果这些是丁学琪亲自说的，我才会相信。因为我们之间有过约定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都不会离开对方。我承认，
我的前世，我隐瞒了你，跟你说声道歉。其实我之前想说来着，学习不让我说，他说一定要找一个合适的机会，所以我才没有告诉你。不过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了。既然事情发生到现在这个地步，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。即便是这样，我也不认为这些都是我配不上学期的理由。你觉得你能配上他吗？什么都别说了吧，给你看一张照片吧。看了你应该就什么都明白了。这是我跟另外一个女人的照片，好好欣赏一下。她也看过这张照片。你说有没有理由，她会因为这张照片跟我吵架，跟我没完没了，甚至跟我离婚？完全有理由吧，但是她没有。这是谁，你知道吗？谁呀？范子瑜。范子瑜，这是学期喝醉酒以后被人偷拍的。是不是特别没有道德？没底线了吧？你儿子我什么都干得出来了吧？丁学奇，我是你妈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？如果你要再这么逼我的话，我只能跟你们说再见了。你们走吧，这是王小信家。学习，你这样的处理方式是不对的。他儿子都下逐客令了，他还在里边，还不走？王小信，别再演戏了，都是因为你，我们才会成为这样。再见吧。Sorry。我再也不想来你们家这个破院子了。谁请你来呀？啊！少说两句吧啊。那我们走了啊。哎，老丁。太可笑了，简直是疯子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只是一个坎儿，我们很快就能跨过去。我妈从来不会这样，真的。她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妈妈了。中邪了，你懂吗？就人格都已经出现问题了，就他背后一定有人指使他。不管谁指使他，老婆，他都不能做出那样的事情，干出那样的行为，你懂吗？这是什么呀？老公，我想征求你妈妈的谅解，我们要家和万事兴。你笑什么呀？我跟你说的是认真的。想不到，真的你好善良啊！他都已经对你这样了，你还要再跟他和好？啊？全世界最善良的王小信，你敢不敢再善良一点？啊，我的宝贝儿，他都对你这样了，你还这样，还要和好，还要万事兴，你可不可爱呀你？你都让我忘了她到底是你妈妈还是我妈妈。太善良了，为什么她就看不到你的善良呢？太可爱了，宝贝儿。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做错了。什么事情？哼，我没有什么做错的。告知书。哼，我就知道你会说这件事情。我怎么做错了？啊？我故意的。你故意的？我当然是故意的。你做儿子，你故意的。你以为呢？只不过我对不起我爸爸而已，我爸躺枪了。
但是我妈她那么做，凭什么我就一定要很绅士呢？我就要欣然接受，凭什么呢？不是，那我没有任何的父母哎。他怎么对我都可以，我可以接受。从小到大对我做过无数件，我认了。只有一件事，他不可以逾越我的底线，就是你，伤害你，不行。老公，你上当了，你知道吗？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爱我，林一斌也知道，可是他还知道你一点，就是你跟你父母的关系，这是你的弱点，你心里边的心结，他就利用了你这个弱点，搞砸你和你父母的关系。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搞得我们家破人亡。我知道你很难受，可你真的不应该写那个告知书。其实其他人我都不在意，跟我其实没有什么关系。我从来就没有从他们身上得到过任何的安全感，没有受到过保护。你知道我第一次感受到安全感是在哪儿吗？你给我的。所以他们没有任何的权利不让我和你在一起，谁都不能拆散和破坏。我会誓死捍卫的，其他的，除了你以外，我都不在乎，无所谓。你就是我的港湾。永远挺高的港湾。啊？我也是你的港湾吗？反了。对呀，我也要做你的港湾。老丁，你干什么呀？我回去了，我要离开这里，我1秒钟都不愿意在这儿待了。你糊涂！你这样做，你正好成了王小信的心愿。老丁，老丁站住！老丁，你站住！老丁，我们谈一谈。雪莉，我告诉你，王小杏儿那可是丁学期在了解了所有情况下的选择。咱们平心而论，如果这孩子不是有钱时，你是不是觉得他还很好啊？就算他不是杀人犯，不是小三，不是三婚，就凭他的父母，我也相信他绝对做不了一个好妻子。有些孩子像他的父母，有些孩子长大以后正好和自己的父母相反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是跟谁是一伙的？说我呢？我看不惯你故意跟孩子过不去。我不是跟孩子过不去，我恰巧是对他负责任。你对他负责啊？你现在对他负责了，你以前干嘛了你？我以前一直忙着我的事业，我的事业。好，那我问你啊，你在孩子身上花了多少心思，用了多少时间？你对这个家庭做了多少的贡献？孩子跟你不亲，他为什么呀？你从小给孩子多少温暖？你给他过什么呀？你，老丁，咱们说话讲一点良心好吗？啊，当初是不是你支持我去搞事业的？那个时候我要考研究生的时候，学期才3个月，我去补习班，一边补习一边带孩子，一边哭一边复习。你跟我说，只要你高兴啊，你干什么我都支持。我相信了你。你跟我说，你放心吧，这个家你不用管了，你是我的天，所有的一切你都能承担。我也相信了你。你跟我说，只要你当大学教授，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，这是身教，让他知道以后什么叫奋斗。所以我相信了你。
我就这么多年一直努力着，我到了今天，你跟我翻这些旧账干什么？你有意思吗？我翻这些旧账，我不是为了责怪你，我是要提醒你，你没有给孩子那么多温暖，你现在突然对他有这么多的要求，他会逆反的，他这是正常的反应。你想得到儿子的温暖吗？啊，你又要对他有起码的尊重，起码的理解，你知道吗？我还不够尊重他，不够理解他吗？我把所有的怒火全部发到王小信身上了，我都舍不得说我儿子半个字。你不会当妈，你根本就不会当妈。对，我不会当妈，我活得太悲哀了，我活了这么大岁数，我连个妈都不会当。我没看到你对儿子的尊重。什么叫尊重？我是个老师，难道我不知道什么叫对学生的尊重吗？最好的尊重就是当发现学生有问题的时候，及时制止，及时指出，及时纠正，这就是最好的尊重。我是负责任的。家里不是课堂啊！你发号施令，你指导别人怎么过日子啊？你这些权威，你在家里都用得上吗？你对学生那一套用在对咱们之间有隔阂的儿子身上，它能起作用吗？我为什么发号施令？我为什么要说他？因为我是他妈妈，他是我儿子。如果他是路人，我管得着吗？我是啊。学期曾经跟我说过，最严重的伤害往往是在亲人之间啊！以爱的名义经常作恶。我听明白了，我成了罪人了，是吗？好了，雪莉，你冷静一下啊！我也冷静，好吗？啊，儿子发出告知书，我也生气呀！啊，但是我没有发作，为什么呀？我要等一等，我要看一看，因为在最不冷静的时候，他做出任何决定，他都是不对的，你知道吗？喂，哦，老王啊，老丁啊，你说昨天这些事，局面搞得这么难看，不能就这么下去啊！我呢，想找你聊聊。哎呀，事情已经成了这样，我也没想到啊！我爱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理智了。哎呀，你说，一边是我老婆，一边是我儿子，我也无能为力啊。我只好先回老家去了。老丁，不是你千万别激动啊！你这样，我跟你见个面，好吧？哎呀，还是不见得好。我现在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。不是，你现在就在机场的路上？对呀，既然这事儿我管不了了，也只能先由他去了。那这样吧，我现在马上去机场，你在机场等我一会儿，咱们见面好好聊聊，行吧？就这样吧，啊。学奇啊，我作为老丈人，我得说你两句。你给你妈你爸贴那种东西，多伤你爸你妈的感情。你爸呀，现在已经去机场了。这件事啊，你爸呢是一点错都没有。他心里啊，他不舒服，有点别扭，这都是很正常的。这件事情你爸知道以后，多理解你啊，还替你瞒着。也没反对你，对小杏也挺好的。你说你贴这东西，多伤他的心，还把他给饶上了啊！爸，我知道，我只是现在没有跟他们相处的勇气啊。你跟你爸谈什么勇气不勇气的啊？我现在就去机场去见你爸，跟你爸好好聊聊。你是他的亲生儿子，你要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。你要不要跟你爸说点什么？
出租车，来，出租车，去机场。好。雪琪，哎，你坐，总算把你给盼来了。没事，你坐，慢慢说，怎么了？出事儿了！什么事儿？这次啊，我可算是完了。别急，你这么着弄得我也挺害怕的。什么事儿？我们公司发生火灾了，一把火全烧没了。虽然我们正在努力的挽回损失，但是我看，至少我们今年是无法盈利了。火灾，这全烧没了。真是的，全没了。没关系，既然发生了，都已经发生了。来，喝口水。聂总，稍待一会儿，接不住啊。别急，没事，别急。不盈利的话，你跟老白不成协议怎么办？对，我知道，但已经发生了，那能怎么办？走一步看一步呗。老白那边我会去解释，别急，好吗？哎，帮我个忙，我现在去趟机场。有事打给我，好，你帮我安排他一下。好，谢谢，慢点开啊，别慌啊，别慌。哎呦，老兵啊，来，不是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说走就走啊？不是，你就这么走了？这像什么话？这算怎么回事呢？这，老王，你说我怎么还能待得住啊？老丁，这学期呢是有点不成熟，添那些东西有点火上浇油。你放心，小杏肯定会去说他的，到时候我也去说他，你就先别走了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我们对学期啊是有愧疚的。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，也不能全怪他。这不就对了吗？你就让历史翻过去这一篇不就完了？我是说现在。你说现在咱们两家老人闹成这样，实在是太不应该了。小杏和学琪本来结了婚，好好的过日子，咱们两家家长闹得鸡飞狗跳的，这，你看你现在这样，啊，还老死不相往来的。这事儿啊，我家那口啊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老丁，你说我们家小杏差哪儿了？怎么薛林他就不能接受他呢？现在薛林闹成这样，小杏还一口一个妈，一口一个妈的叫着，小杏够能忍的了吧？是的，老丁，我今天到这儿来呢，一是想挽留你，二呢，我就是希望咱们好好的想一想，咱们老人应该怎么做，怎么让两个孩子更好的生活。在我看来，咱们两家还没到那种隔袍断义的地步。老王，咱们在这儿说来说去，啊，说的那么明白，再明白也是于事无补啊。让小杏和学琪啊两人生个孩子，你想啊，他们要是生孩子以后，这个事儿就会慢慢的缓解了。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
您说这坎儿通过时间的流逝就可以过去了。对呀，生个孩子，哎，这是个好办法啊！好办法，一箭多雕啊！学期不愿意接受我的公司，我就常常在想啊，如果我能有个孙子，哪怕是个孙女儿，我也后继有人呢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后继无人呐？国家政策呢，它已经都调整了，可以生二。是，那样就太完美了，我的心愿也了了。舅舅母那儿不太好劝吧？哎呀，他呀，现在是更年期，整个一个狂躁症。年轻的时候的脾气就不怎么好，现在就更不要提了。哎，但是只要咱们能够坚持，他也不能硬来呀。等有了孙子孙女儿，他也只能认了，还能怎么样？对不对？还是亲家公明白事理。是。他没，哎，你也来杯咖啡。学姐来了啊！来，学姐。哎呀，爸，对不起，别生我气，行吗？知道了。我送了你。慢走。哎呀，丁学奇同志啊，你这还算比较像话啊！有时候这老人呐，就缺一句话。你怎么来的？我开车送你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我正愁啊没钱打车呢。走，这个。李成，尝尝这茶啊！谢谢。你尝尝这茶啊，上等普洱。这朋友刚给我送的。怎么样？白总，其实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虑，我想当面问问您。疑虑？什么疑虑？我有句话直说了。您想当初您让我把您介绍到公司帮我还债，现在要给我买房买车，不会是因为上次那件事情吧？哎呀，一成啊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人什么都好，就是啊，心里埋的事儿太多，老是瞻前顾后。你说我给自己的员工、给自己的合作伙伴提供好的生活条件、好的生活环境，这有什么错吗？我不就是为了能让你踏踏实实工作，对吧？好为公司赚钱啊！啊，当然。你要说我一点私心没有吧，那也不是。我就想着等将来这公司发展壮大了，我呢拿个大头。但这你应该能理解吧？我明白。可是，那您为什么要逼着学习签那个军令状呢？哎呀，你说你这话说的，什么叫逼呀？学习人这性格你不是不了解，他行事风格太猛烈，我必须得跟他签署这么一个协议去制约他。说制约也不是太准确，就是我总得有一东西去把着他，让他做事情、选择项目的时候稍微谨慎一点。那目的很单纯，我就是为了这公司好啊。这没问题吧，李长？啊，你想，咱们现在都是一家人了，我怎么可能害他？我害他不等于害我自己吗？是不是？行，既然您当面这么说了，我也就，只要您对公司好，对学习好，我这边没问题。好，
别有那么多顾虑啊，咱们都自己把自己的事做好啊。还有一成啊，开心点，轻松一点啊，别老是心事重重那样。我呀，让人给嘟嘟带了点衣服，然后我这回头我让秘书给你送过去啊。你太客气了。再喝点。来，行，来，随便坐，随便坐。哎，好嘞，我给你倒点茶。不用不用。哎呀，那倒着，我给你倒点茶。好，你随便看看。好嘞。哇，爸，这些钟钟表表的都是，哎，我跟你说吧，这些钟表啊，是我这辈子收藏。您还有这爱好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就喜欢钟表。这钟表呢，它这个滴答滴答的声音啊，就提醒我要珍惜生命的每时每刻。哎，这些钟表你爸也看过。哦，是吗？我们老哥俩的还都商量好了，给我办一个钟表展览。哦，是吗？那太好了。哦，到时候我们可以给您赞助什么的啊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是这样，我呢一直欠着杨晓东的钱。哎呀，欠他这笔钱啊，让我是寝食难安。时间不能再拖了，我就找了一个专门收藏钟表的人，他说呀，5万块钱他全收。多少钱？5万。5万。爸，来，您坐。哎，来了，来。这些钟钟表表的，您收藏了很多年吧？我收藏1辈子。您看，那怎么说，在您心里也是您的宝贝儿了吧？咱先不说它能卖多少钱，这些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您舍得吗？把它给卖了？我当然不舍得。还是，那既然不舍得，哎，我给您出一主意行吗？马上到年底了，我也快分红了，我一分红，我这钱就能套出来了。我帮您把这钱还给杨晓东，您这表不就不用卖了吗？谢谢你的心意，我领了。这么说吧，谁让我想不劳而获呢？谁让我上了人家的当呢？我的错误就得我自己承担，我怎么能用你的钱来弥补我的损失？要不爸，您这么想一下，我跟小杏结婚了，您是小杏的爸爸，也是我的岳父，我是您女婿，您的事也就是我的事，我帮您还钱理所应当的，对吧？这么一想不就顺了吗？不行，我绝对不能用你的钱。还不行？你是这样，我欠谁的钱都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欠着杨晓东的钱。你说现在杨晓东和那……行了，咱不提那个。是不提了。这样吧，你呀在这儿帮我收拾这些钟表，我上那屋呢收拾我那些钟表去，好吧？不是，您还是要卖？哎，那必须得卖了，不卖不行，我得还账。来，不是，好了，您哎呀，行了，你给我小心点，注点意啊。我上那边。好。5万。小东，才上线第2天就卖出这么高的票房，哇塞，直奔大片去了！喂，你好。什么？你要请我们参加小朋友的见面会？好的。姐，我们有大活动要参加了。有100个孩子组团出国演出前看了我们的片子，要求和我们主创见面呢。太好了，看来我们这次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啊！哎，姐，你知道吗？你在网上被打的事都炒翻了。我一条都没看，我已经习惯这些无聊的炒作了。
关键是还有人说你婆婆是片方雇来的演员，故意打耳光。随他便吧。丁大哥怎么样了？你丁大哥呀，现在可软弱了。我们俩现在是倒过来了，我还得安慰他呢。也是，丁大哥也确实是挺为难的。这是我买的第一个闹钟。哇，哦，我们还是年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和小星他妈还都在上学。小星他妈呢，那时候特别爱锻炼身体，每次傍晚的时候，一到7点准时到操场上去跑步。他呢，跑步的时候每次都约上我。可是那时候我呀，真是看起书来了就着迷，每次他约我，我都会迟到。小星他妈一见到我，总是批评我。后来我就咬了咬牙，花了我几个月的零花钱买了这个闹钟。你别说，从那以后呢，我就再也没迟到。馒头啃咸菜，我真是没白吃啊。后来，小幸他妈妈的闹钟坏了，她让我给她去修。我3下5除2的就给她修好了。她妈妈是特别的高兴。从那以后，我们俩的爱情种子就开始发芽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闹钟是你们的定情物是吧？嗨，信物。是。那这么有意义，干嘛卖了的？就别卖了呗，是吧？这个闹钟啊，是最应该买的啊。行了，学姐，不说闹钟的事了。哦，好，好。要不然这样哈，您就把这些闹钟就给我。不是给我爸，是这样的，我呢就在我这儿留一天，我看我有没有这个喜欢收藏闹钟的朋友，我重新再给您估一价，我看看能不能再估得高一点，对吧？这样的话，如果估高了，这您不是价值会更高吗？这么深的回忆，对吧？有这么不是你说的是真的假的？真的真行，真能估高点啊？我不敢保证啊，但是就是试一天呗，就1天，行不行？给我1天的时间让我试一下，好吗？当然估高点更好啊！对，是估高点更好。正好我也觉得5万块钱确实也不够。那行，学习那就听你的。好的，好的，我这样，我再给您送回去，然后这些闹钟就先放我车上，然后我就1天，好吧？就1天。行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哎，不麻烦，爸，应该。一共就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反正也是差不多这么10几件吧。怎么样？有感觉吗？有感觉。什么感觉？我感觉我跟做一堆定时炸弹中间似的。你什么时候有这种爱好了？不，你先看看这些5颜6色的这些小宝贝儿有没有眼缘，就是你喜不喜欢？哎，你先别说你喜不喜欢，来我给你介绍一下。你看这个，啊，你看看。不，就你能看出来吗？这些能看出来。哎，古董，很简单，很显然，古董，很值钱的。啊，我就不说年代了，对吧？这一看就很久远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你再看这个，这很显然，乾隆的，对吧？不，你等会儿，这边，你等会儿，是乒乓球乾隆的。不，国球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人就打了呀，就跟足球一样啊。哎，你太矫情了。来，这个你看，民国的，这些都是民国的。对吧？然后这是哪呢？哎，这个是建国后的，民国的。民国时候是不是就有电了呀？有电就肯定有电池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不用考虑那么多了，你就告诉我怎么样感觉？
行，估个价啊，估个价。我哎，估一下。我不懂啊啊，你就凭直觉估一下。瞎估了啊！我估错你别生气。3000。如果你要就是在估之前想一想咱俩的关系，这样啊，重新估一下2500。好，我说实话吧，这些古董小宝贝们是我岳父的。你岳父？哎，我岳父的，他要把这些给卖掉。啊，他要卖多少钱呢？人家答应5万块钱收，人家在坑他，明白了吧？明白了吧？就是我岳父想把这些小宝贝拍卖，他是不是从你那儿借了20万？对。哎，你就看看怎么把这些小宝贝和20万，反正你画个等号，最多就行了。你算一下，你想一想，怎么才能让他画个等号？